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纽约顶级地产豪门的继承人，身价破亿，但你的人生却跟3件命案缠在一起。你的第一任妻子人间蒸发，你最好的朋友在家里被人行刑式枪杀，然后你的邻居被你肢解之后丢进海里。光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就是这个集所有矛盾于一身的谜样人物——罗伯特·杜斯特。没错，我们就是要来好好梳理你给的这些资料。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钱跟特权到底可以把一个人保护到什么程度？我们会从他童年的创伤开始，然后一路看到警方办案有多离谱，最后再看看媒体是怎么阴错阳差的变成了抓到他的关键角色。这真的不只是一个犯罪故事了。对，他其实是在狠狠地质问美国的司法系统。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说起。要了解罗伯特·杜斯特，得先知道他家多有钱。杜斯特家族是纽约的地产巨头，实力跟川普家族有的比。哦，是到这个等级的？对，在曼哈顿时代广场附近就有10几栋摩天大楼。罗伯特是长子，本来就是内定的接班人。但在这种金字塔顶端的光环底下，藏着一个很深的伤口。1950年，他才7岁，他妈妈就从自家豪宅的屋顶上坠楼身亡。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罗生门。罗伯特本人在他的一生中跟很多人说过同一个版本的故事。是什么？他说是他爸爸西摩·杜斯特故意把他带到窗边，逼他亲眼看着妈妈跳楼。他用这件事来解释为什么自己后来变得这么孤僻冷漠。哇，这也太惊悚了吧！亲眼看着妈妈自杀。对，听起来是个非常大的理由，对吧？但吊诡的是，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抢走他接班人位置的道格拉斯，给了完全相反的说法。他说他哥根本在胡说八道，是为了博取同情编出来的。事发当下，他们所有小孩都在邻居家，根本没人看到。所以从一开始，连他人生最核心的创伤都有2个版本。我们到底该信谁？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去当法官判断哪个版本是真的。重点是这个矛盾本身就告诉我们，这个家族内部从一开始就有很深的裂痕和权力斗争。更重要的是，有一份在他10岁时做的心理评估报告，早就写下了警告。里面的用词是人格解离，甚至怀疑可能是精神分裂症。10岁的时候就有了。对，所以不管那个创伤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被他自己建构出来的，都已经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好，那这颗炸弹第一次引爆，就是他第一任妻子凯西的失踪案吧？时间来到1982年，当时29岁的凯西还是个医学院学生，就这样消失了。对，他们那段婚姻其实问题很大，充满了暴力。有医院的记录留下来，凯西失踪前3个礼拜才因为被杜斯特打到满脸淤青去看医生。天哪！而在他失踪那天晚上，他原本在朋友家的 party 上接到杜斯特打来的电话后，整个人就变得很不对劲，非常焦虑。他要离开前，对他朋友吉尔伯特讲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如果我有什么3长2短，你一定要去查，我怕他。”这句话就成了他的遗言。这根本就是求救讯号了。那警方当时是怎么处理的？说到这个，一开始的调查真的是错的离谱，而且每一步都错得非常致命。首先，杜斯特拖了整整4天才报案。4天？4天，然后他编了一套很完整的说辞，说他送凯西去火车站搭车回曼哈顿，2人后来还有通电话。当时的警方犯了一个典型的隧道视野错误。隧道视野错误，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一旦他们接受了杜斯特这位富豪继承人的说法，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性。他们的心思完全集中在凯西可能只是夫妻吵架离家走这个剧本，所以连最基本的步骤都给忽略了。对，最基本的步骤，像是搜索他们在南塞伦的住家，那个最有可能的犯罪现场等等，他们没去搜。你想想看，这太不可思议了！最可能出事的地方，警察竟然连搜都没去搜。这就是特权的展现。他们宁愿相信杜斯特集团提供的一个从未被证实的大楼管理员的证词。太扯了。
那所以就没人怀疑他吗？有凯西的朋友，他们觉得警方根本靠不住，竟然自己采取行动。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半夜开车杀到杜斯特家，把他家门口的垃圾全都偷走。结果在垃圾里，他们翻到一张清单，上面用杜斯特的笔记写着几个字：写了什么？垃圾场、桥、挖、船、铲子、租车。这串字连起来看，你觉得像什么？这根本就是一份弃尸 SOP 啊！没错，但当时的警方看了这张纸条，竟然觉得这只是间接证据，不够力，就这样放过了。凯西的案子就这样悬在那里将近20年。所以凯西的案子就这样悬置了将近20年，几乎被人遗忘了。是什么原因让纽约警方突然决定在2000年的时候重启调查的？一个新的检察官上任，他对悬案特别有兴趣，就把这案子翻了出来。这次他们把调查目标锁定在一个关键人物身上——苏珊·伯曼。苏珊·伯曼，她是杜斯特在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是个作家，也是黑道大佬的女儿。重点是，当年凯西失踪后，苏珊一直扮演着杜斯特的非官方发言人。哦，帮他挡媒体的那种。对，还帮他制造了不在场证明。警方相信他一定知道些什么，所以警方准备要去问他话了。对，你可以看到一个模式，每当调查快要碰到核心的时候，新的悲剧就会发生。纽约警方已经订好机票，准备飞去洛杉矶约谈苏珊了。就在他们出发的前夕，2000年12月23日，苏珊被人发现沉尸在她比佛利山庄的家中。哇！她是后脑中了一枪，典型的行刑式处决。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门锁也没被破坏，这一切都指向凶手是他认识而且信任的人。这时间点也太巧合了吧，简直就是灭口哎！完全就是。而这起案子留下了一个悬了15年的谜团，一封匿名的尸体信。尸体信，有人寄信给比佛利山庄警局，信封上只用大写字母写了苏珊家的地址，还有一个单字 cadaver， 意思就是尸体。这封信听起来就很像凶手写的。没错，这里最迷人也最关键的细节出现了。信封上的地名 Beverly Hills， 寄信的人拼错了，拼成了 Beverly， 多了一个一。哦，一个小小的拼字错误。对，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拼写错误，就像凶手不小心留下的指纹，在15年后成了把他定罪的关键。为了躲避苏珊命案的追查，杜斯特接下来的行为根本就是荒诞剧。他逃到德州的加尔维斯顿，一个他谁也不认识的地方。然后男扮女装，伪装成一个叫陶乐斯的哑巴老太太，租了一个月$300的廉价公寓。你很难想象一个亿万富翁会过这样的生活，但他似乎很享受这种躲藏的过程。不过麻烦还是找上门了。又出事了。对，2001年9月，有几个年轻人在海湾边发现好几个黑色的垃圾袋漂浮着，他们好奇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被肢解的人体躯干跟四肢，但就是没有头。哇，该不会又是他吧？警察很快就根据垃圾袋里一份报纸上的地址，找到了杜斯特租的公寓。他们在公寓里发现了血迹和分尸用的锯子，还在垃圾桶里找到一张配眼镜的收据，上面的签名就是罗伯特·杜斯特。所以死者是他71岁的邻居莫里斯·布莱克。证据确凿，这次他总跑不掉了吧？接下来的发展更离奇，杜斯特被抓了，保释金定在$30万，他只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当时的太太，隔天钱就汇到了。然后呢？然后他一交保，人就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几周之后，他在宾州的一家超市被抓到，原因竟然是他偷了一个7块钱的三明治。当时他口袋里有$500，车上还有37000多块的现金。这点最让我搞不懂，他明明有钱，为什么去偷一个三明治？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后来在德州是怎么脱罪的？这场审判是美国司法史上最经典的案例之一。杜斯特重金请来了全美最顶尖的律师团队，他们的辩护策略非常聪明，完全是教科书等级的。他们不否认杜斯特肢解的尸体，因为这个证据太明显了，但他们把整个故事扭转成一个意外。等一下，这我有点难接受。
所以陪审团真的相信一个人在正当防卫杀了人之后，第一反应会是去买工具把他肢解，而不是打电话报警。这完全不合常理啊！这就是他们高明的地方。律师到底是怎么说服他们的？他们的说法是，邻居布莱克拿着枪闯进杜斯特公寓，两个人在抢枪的过程中，枪不小心走火，意外打死了布莱克。OK， 然后杜斯特因为害怕之前那2件案子会让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极度恐慌之下才做了分尸抛弃这个决定。这听起来超牵强的，但竟然成功了。因为头颅没找到，所以法医没办法确定真正的死因，也没办法反驳枪支走火这个说法啊。对。第二，这就是心理战了。律师团队非常成功地把他塑造成一个有心理创伤的可怜虫，不断强调他有亚斯伯格症，小时候亲眼看妈妈自杀这些事啊。他们把亚斯伯格症拿来当理由了。对，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他们利用亚斯伯格症的特征，例如社交困难、缺乏正常的情感反应，来解释他为什么在邻居死后不是打电话报警，而是做出分尸这种看似冷血的怪异行为。所以他们把病症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理解的理由。没错，而不是把它塑造成一个怪物。最终，陪审团队被说服了，裁定他谋杀罪名不成立。太夸张了。他只因为弃保潜逃和湮灭证据，坐了几年牢就出来了。承认分尸，却被判谋杀无罪。这真的是钱能买到的正义吗？出狱后的杜斯特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事。他主动联系了纪录片导演安吉·杰瑞克奇，说他想上镜头，亲口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就是后来轰动全球的 HBO 纪录片《纽约灾星》。这就是典型的自恋型人格会做的事了。他打赢了官司，就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可以操控媒体，可以彻底洗白自己。结果呢？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媒体扮演了警探的角色。在纪录片快拍完的时候，制作团队有了一个超级惊人的发现。是什么？他们从苏珊的继子那里找到了1999年杜斯特寄给苏珊的信。信封上 Beverly 这个字的拼法就跟当年那封尸体信一模一样，就是那个多了一个一的拼法。这不就是决定性的证据吗？警方等了30年没找到的东西，竟然被一个纪录片团队找到了，完全正确。这一刻，媒体真的超越了执法单位。在最后一次访谈，导演把这2封信摊在他面前对质，你可以看到杜斯特整个人慌了。他不断眨眼睛、打嗝，完全没办法解释为什么笔记这么像，还会有完全一样的拼写错误。而最精彩而且最致命的一幕发生在访问结束后。我知道，就是那段麦克风没关的自白，对吧？没错，他走进洗手间，但他身上的麦克风忘了关。麦克风清清楚楚地录下了他改变一切的喃喃自语。就是这样，你被抓包了。然后呢？然后他说，我到底他妈的做了什么？把他们都杀了，当然。我还记得当时看到这一段，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大概是电视史上最惊人的一个结尾了。绝对是。这段录音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2015年，就在纪录片大结局播出的前一天晚上， FBI 在纽奥良的一家饭店逮捕了杜斯特。经过一场因为疫情拖了很久的审判，2021年9月，洛杉矶的陪审团终于裁定他谋杀苏珊·伯曼的1级谋杀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终于，等了将近40年。正义看起来是迟到了，但总算到了。但是啊，故事还没完。还有，这里出现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让人无奈的法律吊诡。2022年1月，78岁的杜斯特在监狱里因为各种疾病过世了。因为他过世的时候，他针对判决的上诉程序还在进行中，所以根据加州法律，一个叫做自始无效的法律原则就被启动了。等一下，自始无效，这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被告在走完所有上诉程序之前就死了，
所以他的有罪判决依法要被撤销。哈？从法律技术层面来看，罗伯特·杜斯特死的时候是一个无罪之身，他对苏珊·伯曼的谋杀罪名在法律的记录上被一笔勾销了。这太荒谬了吧？所以陪审团的判决就这样不算数了？他花了那么多钱请律师拖延时间，最后用自己的死亡跑赢了整个司法系统。你可以这么说，他用财富和生命跑赢了司法系统的时钟。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了这一切，一个被财富和特权层层保护的男人，一个横跨40年的犯罪轨迹，从 Katie 失踪到 Susan 被谋杀，再到德州的荒谬审判，最后因为一部纪录片才被定罪，但这个定罪又因为他的死亡在法律上烟消云散。这就为你留下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法律程序上的定罪可以被死亡抹去时，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陪审团基于证据做出的那个裁决，还是法律文件上那个冰冷的最终状态？罗伯特·杜斯特的案子逼得我们去想，我们现在的司法体系到底是在追求真相，还是一场昂贵的游戏？而在这场游戏里，最有钱的那个玩家，是不是总有办法让自己成为最后的赢家？